我把地铁放兜里啊，地铁把我揣沟里。这和平下赛季更新内容一出啊，我直接就是两眼一黑呀。本以为光子呢要整个狠的，没想到却是拉了头大的，什么避难所啊、歼灭战啊、经典玩法复刻，那是一坨接着一坨。当然了，PUBG啊也没好到哪去，北京甚至都能猜到这次体验服上线前啊，这两大哥的交流内容。哎哥，你总抄我作业这不好吧？老弟儿，咱兄弟之间能算是抄吗？这样我有一计，咱俩互相借鉴如何 Okay. Are you ready? Let's go, baby. First blood. Showtime. Double kill. 高风险高回报。 Triple kill. Quadra kill. Pentakill. 子弹和我的帅气，你都无法抵御。首先呢是和平新武器双持狙嘛，都说无眼，我们直接看伤害，10米内打身子68，打头154，20米伤害呢也只是衰减了一点，比妹控伤害高。总结一下，威力大，弹夹小，射速慢。再来和 PUBG 的双持小蜜蜂对比一下，伤害那是远远不如的，差了3倍多。但小蜜蜂啊，弹夹大，射速快，感觉啊容错率会更高一点。不知道大家会怎么选呢？但是呢，不服不行啊，和平地铁真的太绝了。也开始学他表弟联动经典赛季玩法了。下赛季新增的运石车啊，奔将式了，什么运金龙啊、运金条啊、运装备都弱爆了，甚至连敌人的骨灰盒都能运到你身边，牛逼！不得不承认光子这个脑洞啊。另外呢，还有联动道具监控，这监控的画面呢是让人一言难尽。不仅敌人能打掉监控，监控还有时间限制，纯是老鼠人的小玩具儿。然后又是局内最后一处更新的，新增流浪地球联动撤离点，位于瞭望塔的停机坪。需要在停机坪激活啊，90秒才能开启。激活后呢，可以飞到太空撤离。这个撤离点啊，说它安全吧，它要激活半天才能启动；说它不安全吧，这方圆10万里就你一个人。最后呢，就是地铁团建模式和庇护所了。团建模式4维斯滨河禁区，门票50万，获胜放口瓜分1000万奖励。只要不是太菜，基本上赢一把都能赚200-300万。我操！而且啊，耗时短，还不掉装备，非常适合玩家赛季初啊快速积累财富。至于庇护所啊，奔将者来说，光子啊又要让大家掏肝掏肺了。虽然升级出来的效果还不错，又是能改造轻将，又是能保护装备的，甚至连突击仔的装备品质都能提升。但奔将只想说啊，这玩意真不是普通玩家能玩的，动不动就是几千万的消耗，你干死我得了。哦对了，PUBG下赛季啊更新第1弹也出炉了，直接把表格的队友带回系统照搬了，而且啊大家要是给队友装备带回去啊，卡家姐姐也会给奖励哦。新增的怪物剑齿虎，打死呢还是掉落现金弹，另外呢还有凛冬宝箱，爆率也是非常的高，刷新于各个野区，各位嫖仔打野可不能错过。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后面还有更多更新啊，到时候奔将再为大家一一讲解，拜拜。地铁刀刃重磅更新，新模式龙息猎手上线，天空一声巨响，奔将闪亮登场。你敢信？这竟然是 PUBG 玩家自制的地图！我操，牛逼！今天带大家品鉴的窝窝地图啊，堪比神仙打架。如果说光子地图先玩，那么玩家整活就得占一半。这次玩家 vs 官方到底谁更胜一筹呢？首先第一个，地铁龙息猎手模式，开局消耗一个燃气体即可变身龙息猎手，防御力、血量或者大幅度增强，并附带一把拥有燃烧效果的地瓜机，大家可以把它当成和平的动力机甲啊。地图上的 BOSS 呢是有几率掉基础次要道具的，比如这个轻型弹夹，玩法和地图一样，通过开宝箱来获得变卖物。成功撤离后即可出售获得代币，如果不想玩的呀，记得把代币身上的装备啊放到仓库里，下次再开游戏啊，这些物资依然存在，可以说是完美的还原了地铁模式，推荐指数5颗星。第二个是和平官方做的地图，再装让你飞起来，开局就让投票5选1空岛地图。有意思的是啊，这里的火箭筒啊轰人没伤害，只有打敌人的脚给人轰下甲才算淘汰成功。不得不说呀，还得是和平会玩，不仅捡到随机装备的宝箱会有 buff 加成，而且右下角的冲量数达到了一定阶段，还会让炮弹从开始变绿色变成现在的红色。如果拿到了至尊宝箱呢，还能开启无限火力模式，直接化身人形轰炸机，来场全图火力覆盖，刺激！第三个 ，PUBG 玩家自制的不正经单挑模式，这里本将啊强烈推荐大家带上自己的好兄弟玩。对掏打不过，对面老躲在掩体后面当指甲哥怎么办呢？不用慌，把掩体弄没不就行了？等他还没反应过来，露头又是突突，无敌战神来了也得被砍了。Nice。当然了，要是这样还打不过呀，菜就多练。阁下真是在被窝里放屁啊，能文能武。你很会打吗？你会打有个屁用啊！
对于这种素质堪忧的好兄弟啊，直接给他关进小黑屋慢慢调教，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咱们只用略微出手，就能让刚才还嘎嘎狼杀的好兄弟只剩下嘎嘎。你们坏！第4个，和平的摇战车模式。武器和车自由选择，但是开局后啊，就是油门踩穿，车门焊死，一人负责开车，3人只管激活。即使被打倒了也没关系，不会掉下车，10秒钟后又是一条好汉。途中呢还可以拾取不同的 buff 加成。偷偷的火列车爱好者福音，如果占领了据点，还能获得兑换币，用来兑换更高级的特殊武器。可惜啊，这把后排的2队友都挂机了，只剩下奔将和这个老司机在奋战。这奔将枪管子都扔冒烟了，火力差距还是非常大。就着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也拿了个第2名。看完这些地图啊，大家感觉是和平官方做的更有意思呢，还是咱们 PUBG 玩家做的更有意思呢？欢迎在评论区投票，拜拜。我勒个骚嘎，这给我干哪来了？这还是明天新赛季的 PUBG 吗？PUBG 明天新赛季上线，万万没想到变良心了啊！一招制服出生队友，此话不用担心装备对队友多少，就算队友捡了回去，也不得不还回去。同时更炸裂的是，新赛季开局就摆出1100多万，更甚至免费送金枪军装。但这还不够，直接上线大量能开出金条和号角的宝箱。看来这委屈店为了挽留玩家下足了猛料。更离谱的是，手把手教你玩新地图1图竞技模式。我靠！哼，狂喜啊！做梦都要笑醒了。没办法呀，大刀哥给到了最为致命的压力。好在咱 PUBG 啊急中生智，跟上了时代的步伐。现阶段等明天正式服上线，直接领先别人一个纪元。众所周知，地铁炸队友、骗队友、不救队友，从而获取装备的五母人数不胜数。但现在不再考验人性了。然后呢？拿打啦！然后呢？谁理你啊？拿打啦！喏，你看这个队友盒子里装备上的队友表演术吧，以后就算你捡到队友的装备，也是帮他带回去。不过话说回来啊，要是帮队友带装备不占空间就更完美了。也不知道这是法是不是不占用空间，反正再也占用不了队友的装备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我叫哈纳奔，我以为带出队友的装备就会归还他，要不是这2头盔水灵灵的躺在了我的仓库，我差点就信了。喵了个喵，应该是连夜做游戏打瞌睡了啊，出现 bug 了。What's up, motherfucker？ 再试了一次，也是不出意外的带回了我家。哎，无妨，新赛季无伤大雅就行。毕竟嘛，有钱能使鬼推磨，1100多万都能使鬼叫哥了。这超能力啊，使我心服口服。新赛季开启就人手送10级豪华卡礼包，8张加速券，解锁2个价值50万的带锁宝箱，黑市消费券100万。很大概率开出金枪金装的极品礼包也是免费送的什么顶级枪械礼包啊、6级放兵具礼包都是大水一挥，主打一个你想要的我都有，这看了谁不迷惑？太好了！这个我说啊，隔壁的霸道哥啊，不是整了只死虫吗？咋说呢？你超我模式，我搬你功能，哎，没毛病。更甚至是一本正经超越你，也没毛病啊。对了，这个70多万的首日礼包只需赚10万就可以获得。除此之外，明湖港口滨河禁区新增的剑齿虎以及明东宝箱。打死这个4只发达头脑简单剑齿虎，保险金带。运气好点呢，可包号角，一局刷新2只猛虎，这个位置一个，还有一个在这里。而岭东宝箱的满地图都是，有几率开出金条和号角。玩家们大可不必为了一个箱子大打出手，18个宝箱，懂的都懂，量变引起质变。这些位置啊，可要记好了，直接祝你临阵起手。最后就是这个1图进阶模式，注意啊，此进阶非彼进阶。地图内容啊可没有什么新增的，而是官方为了萌新玩家做足了功课，直接做好了跑图路线供玩家选择，手把手教你玩。总的来说啊，明天上线新赛季啊10分满分，我推荐100分。要是还有其他更多的发现，评论区分享给别人。当然了，新赛季不想努力的小伙伴，别忘了BN护航1把支付，2把别墅靠海哦。完了，我们PUBG值了1坤年的药，终究还是完了。每赛季出保留节目开荒，直接成为历史。大家先别急着喷，还有好消息哦！大家还记得3年7天换了1句无版权这句话吗？没错，这句话也将成为历史。上赛季载个储蓄币的玩家，这个赛季有福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官方为啥给了这么多。之前由于霸道哥某种不可描述的原因，导致PUBG玩家大量流失，官方也是坐不住了，没有版权限制登录，稳当，现在全都稳了，全都要。也不知道是不是官方拿到版权了，这 QQ 微信全都能登录了。昨天刷到泽木的视频啊，居然还能绑定 QQ 和微信呢。恢复 QV 登录。所以 PUBG 为了召回老玩家，直接推出新赛季大礼包。关键带大家看看都有什么内容。先来个金光大礼包然后3个号角，外加2随机金质枪，最后呢是2带钥匙的箱子和100万现金。就这些东西啊，运气好开出2、3个金装的呀，完全不是问题。但
但是呢，本家有点黑啊，公租台只开了50万，金色礼包啊只开了把穿甲弹头的独眼762，另外呢却秒6头16甲，外加狗杂和 P90。不过不要慌，我们还有200万启动资金，直接全款拿下6包，赛季出第一把就6套猛攻。这队友怎么全是刚6啊？哎，你们说这官方送这么多是好事还是坏事啊？给我都整不出了。反正本家试了几局啊，整个地图玩家两局分化非常严重，几队6套火拼，条仔只配躲起来瑟瑟发抖，太惨了！多看一眼就会直接爆炸。我给他塞，我给他塞。菜就菜。当然了，这样也给了老鼠人更多机会。又逃脱，爆率就高。偷一个不亏，偷2个数出来。Yes。如果送了这么多还开荒失败的小伙伴，我只想跟你说一句：护航就找 BEN， 一把就能让你遥遥领先啊！对。另外啊，本家还发现了一些细微的更新，比如帮忙摇车的时候不能拿枪，送的装备并不会触发队友装备的标志，撤离后呢也不会返还队友，只有队友倒地死亡后掉的装备才会触发。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回来了吗？拜拜。果然，不管什么游戏啊，只要PUBG玩家入侵，谁来了都得给我憋着。这个飞地啊，简直可以封神的，一只蚊子也别想从辐射区逃跑，更甚至可以直接从辐射区飞到撤离点呢，移速堪比光速。PUBG玩家，是你们回归了吗？最近看着粉丝给我力荐的飞天玩法，我是越看越熟悉啊！给你们教学一波。从这个滑槽底端。在这个大仓上面，记住啊，有10%的概率可以平安着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What？ 意味着有90%的断手断脚。所以啊，自救器很有必要带。此时呢，咱们轻松开启辐射区上帝视角，会当凌绝顶，一男2侠女。还想逃？不得不说啊，这上面的风景是真的好。榴莲往返，哎，别搞，最近在监测啊，粗心的玩家肯定发现这惊人秘密。这不就是 PUBG 的传统异能吗？啊，对，居然传到霸道哥这边来了。想要安全下去啊，也很简单，只需要跳到这个铁塔的护栏里，再翻过去。然而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的是，不仅可以到大仓上，还可以到达辐射区大门上。这粉丝啊不敢自己卡，愣是让本将以身入局，试试会不会被封号。你很勇啊！当然了，如果不想去辐射区的，还可以通过此法去瞭望塔的墙边上，直达电梯。OK， 左眼看辐射区啊，右眼看 BOSS 点，简直不要太爽。 That's good。更爽的是，我玩了几天了，号也没被封啊。想来啊，知道这个 bug 的人不多，官方也懒得管。那我们 PUBG 玩家必须重拳出击啊！这马上新赛季了，怎么使用大家懂得都懂吧？如果还有不想努力的小伙伴，别忘了啊 ！BN 护航1把支付，2把别墅看好哟！就这赛季的地图呀，光只界限 PUBG 就算了，现在连暗区也不放过了吗？不要脸！以前的供需我是 IW， 现在的供需我是难舍难分。鼠出玩家们一觉醒的呀，直接天塌了！新赛季和平地铁推出了供需商店，就这奖励，谁看了不迷慌？到了传奇段位更是爆炸弓啊、金龙什么的。我操！这让我们习惯了不捡供需、不喜欢升段位的鼠出玩家怎么取舍呢？反正这供需啊，本将是先捡为敬的，毕竟对局开的金龙哪有白嫖的香呢？有道理。算一下啊，到了传奇段位，每周可以开8次供需箱子。我操！就算脸再黑，抽个7套什么的也没问题吧？就是奔将感觉这个好像有点眼熟啊！我靠，不愧是你啊，霸道哥！魔方老弟啊，你好自为之吧。现版本的地铁新赛季啊，堪称最富裕新赛季，开荒脱贫简简单单，地图啊还是冰河禁区，不过要选择悬赏模式，不是奔将锤啊。这模式下，大多数玩家不是嫖仔就是想偷点箱子的，对局难度呢可以说是非常低，更别说这悬赏任务点还是在辐射区，地方又大，箱子也很多。就算抢不到物资箱，我们开药箱、武器箱，也能轻松收集到大量避难所线索，而且普通的物资箱也会额外刷出线索，相当于爆率变相增加。收集满12张线索之后呢，就可以在悬赏任务这里兑换奖励，保底都有10根金条，狗运好一点20根都不成问题，让你直接就能穿上7套走上人生巅峰。当然啊，不想努力想躺平的 BN 了解一下。不得不吐槽一下，光子终于开始给自己的爆率填坑了。相信大家每个赛季中后期啊，都有一种花不完的感觉。究其原因呢，就是爆率太高了，光一个勘察根本满足不了玩家的消费欲。现在好了呀
避难所登场，什么跨赛季储藏金装呀、装备保护栏呐、提升仓库容量以及提升卧里的装备质量，全是可以吸引玩家去升级的功能。并且给大家算了一下啊，先不说升级的时间，就光升级需要消耗的地铁币就高达2个亿，这还光是蓄电池的消耗，更别说后续还需要的电能核心呐，更是坑钱大户。但总归让赛季末的玩家有了消费欲。不过建议大家赛季初还是别碰这玩意儿，不然绝对分分钟破产。哎，不对呀，这个避难所分镜怎么看着也有点眼熟啊？有没有认识的？赶紧的评论区答案打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地不懂的从不必进入。老话说的年轻啊，天不生我博尔特，企图浮生无人摸。阿蹦阿蹦，开启天天的糖葫芦。阿蹦阿蹦，不好，有人打家劫舍。喂，小鬼，我让你放肆了吗？我勒个雷，一对6套，发了啊！无妨啊，虽然被打成野人中的野人，但作为大山中的野人，想要走出大山啊，拥有钢筋脑锁链的胜利是必然的。每当我拿起这把枪，我的传奇之路就此开始。这他喵都被打成3格敌了，这下从大山走到了身上啊！你以为我就这么破防了？那你未免太高估我了。不好意思啊，你们似乎忘了我是谁了。出来吧，鼻音护航。晚上好，老板晚上好，我是 BN 阿勇，老板晚上好。老板晚上好，老板晚上好，我是 BN 一郎。OK， 接下来我要开始喂饭了。老板进来舔包吧，别在外边躲着了。服务业区爆了好多金光，老板进来舔包。哎，别搞啊，这扶贫的。我靠，完了，老板掉线了。我了个喵，饭都喂你嘴里，你偏撅着屁股，凭借一人之力让5人白忙活一场。喂，老板，你上把怎么挂机了呀？老板，下次别挂机了，你再挂机就不补单了，知道吧 ？OK 呀，好在还有机会抢救一下。哦耶！再来，还是老位置躺平。我这边好肥啊！我靠！不是哥们儿，我不会扶贫到博尔特 CK 本人了吧？说你是 CK 亲儿咋都不为过。这枪直接用的零耐久。我靠！子弹带个240发就够了。那就240发子弹，40发装弹夹上，40发弹夹，剩下200发全塞加密。我也来200发放加密。我去，我打人暴力咋这么高啊？博尔特3.0小钻910万。哦 OK， 博尔特出征，寸草不生。装最牛的叉 I 最毒的打，零耐久度实在是厉害啊，都厉害死了。刚刚啊用到假货了，来个正版博尔特专武秀 time。Are you ready？ 舔烟不封包，没挨个毒打吧？开镜前1秒头部，2枪抬走。博尔特打果然质量啊！但别看我打7套傻之音，但没打到头的话就会像这样。其实瞄着头打，自瞄来了都得捂着肚子走。要是这样都还打不过，那就只能推荐玩鼻烟的。完了呀！重磅坏消息，博尔特3.0的缺点被我发现了啊！教了怎么卡战备，怎么打人，就是没教怎么搞背包。打半天掉头掉甲掉红光，就是没包。OK 啊，大家帮我来个极限3选1啊！3堆我就只能选1堆带走。你们是带这堆装备，这堆红光，又或者是选它呢？再来个无奖竞猜，有没有人能猜出啊？这3堆总部长应该在多少 W？ 老规矩，再去找 BOSS 借个 LV 包。不是，来的时候也没人告诉我借包还带赠送2堆 BM5的呀。斯密马赛妈妈酱，博尔特的生活就是这么枯燥且无味。光子啊，打死也想不到还有这么一套极致性价比的打法。
上不了7套，下做 boss。金条金甲多到直接带不完，一局就是别人的一辈子。我操！青春没有售价，快递入口计划500多万呢，只是这个52的线，而不是博尔特打法的极限。为什么我说这套打法极具性价比呢？主要因为他善，有头有甲有防护啊，爆发高，漏头鸟，搭枪腰射压爆头响，嘎嘎猛。中距离呢也能100个小7套。对于我们这种常年地铁扶贫户来说啊，活懂的良心套装，就是打不假伤害感人的线，只有打头才行。最重要的是啊，近距离可千万不要开近，不然就会像这样，人在前面飞啊，子在后面追，我那个人体秒变大师啊，还得是腰射才行。总的来说啊，这博尔特打法对于破场开荒来说啊，都是十全十美，里子面子都有的，非常实用。当然了，不想亲自动手的，也考虑一下哦。这么好消息，突击仔玩了一辈子药，终于直起来了。不去怕7套闪瓜子，不怕被人溜，真正的菜鸟课高手。我勒个骚刚！每当突击仔遇到这种风傻，那真是一路单一手铐，还得揍得拉胯。简单，教你啊！先来一招灵魂出窍，看运气。再加一手月光宝盒，时间回溯，2全其美，里子面子都有，就能放100个新之魔箱子。灵魂出窍，谁还记得呢？注意啊，使用此法需记住2点：一，单排，因为是物资多，一个人根本吃不下；二，最好找出王者大哥。出安全范围呢，再盘点一下方圆1000厘米。不得不说啊，这灵魂出窍大法玩突击啊，比生命探测仪都好使，活人隐身，无限使用，无副作用，基本上相当于开了。我靠！再瞧瞧这边。哎呀，稳了！知道什么叫单排包场的质量吗？全场包任君舔。哎呦喂，这才叫地道啊！还有一堆野生甲配件，多爽啊！吃香的喝辣的，裤衩子都穿最大的，这就是老艺术家的从容哦。That's good。心动不啊？突击仔秒变6套，可惜啊，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美中不足，没找到大哥，说不定啊，千万车里都是小菜一碟，不留遗憾过夜，再来一把。大哥在辐射区里面，那小弟我隐身来喝口汤不过分吧？此时细心的玩家肯定会说，咦，这不就是跟PUBG灵魂出窍大法相似吗 ？No No No， 此法非彼法。早在上古时代，2019年本家就已经用过此法了，但那时候是经典模式。但老话说的年轻啊，以前奥特曼会打怪，现在奥特曼还会送面呢。加强版断网寻人更适合地铁宝宝的体质。哎呀妈，杀到辐射区外面了。此时啊，该怎么做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大哥准备回家了。你跑我追，你插翅快飞。我去，还有一个红光盒。嗨，用这灵魂出窍大法，想不服都难。就跟在大哥身后喝汤，300多万回家。但是这赚钱速度啊，肯定是比不上我们逼烟护航的，但是它成本低啊。然而总有一些不信邪的突击仔，与456套保持着一次性战略合作伙食关系，就凭系统给的装备啊，给全装挠痒痒刮痧，这就导致了小鱼被鲨鱼吃的场面。而咱们大法已成的玩家，不仅吃喝不愁，运气好开的黑卡还可以优先开个黑门，再也不用担心被溜了，是不是看得你热血沸腾？我的天哪！不止如此，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此法去排点，找敌人准确的位置。嘿，哥们儿，还幻想着舔我包穿我装备啊？我怕你不耐受啊！咋样？感兴趣的小伙伴一定要去试试哦！实在不想努力的，逼烟护航，1把爆仓，2把别墅太好呀！PUBG 下赛季6词条精装王炸骑手，光子就问你拿什么赢呢？下赛季委屈店可谓是拳打和平，脚踢暗军，靠下个人素质，享受丰富人生。没错，就是 PUBG 体验服全新玩法的生死投地及3缩圈，保险13个空投为一身。放眼整个魔镜家，那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来呀，抄啊！看谁抄得过谁呀！1分钟带大家简单了解一下新模式生死投地。地图呢，相当于是魔改的冰河禁区，战备值需要36万。先别急着喷战备太高啊！有句话怎么说的？风浪越大鱼越贵。大家等会儿看完这个爆率啊，就只会觉得36万战败都是洒洒水而已。在新模式中，对局时间调整为20分钟，撤离点也将全图统一。固定撤离点呢，将会刷新在这2个地方。开局10分钟后会刷新一次限时随机撤离点。倒计时剩余7分钟的时候，开始搜最后一个圈，
缩完就不会再缩了。Baba Boy， 这么大的圈就相当于是决赛圈了。但这时候你要想撤两，就得问问传奇水驱王七毒7月收门同不同意了。当然有信仰枪那倒没用。这个模式里面撤离直升机只需要20秒就能赶到，完全不用怕被溜。 Yes， 另外地图新增5个保险箱，地图上会自动显示位置。就是这个保险箱啊，我是越看越熟悉啊。这个有没有懂行的小伙伴给鉴定鉴定啊？在倒计时10分钟的时候啊，会出现一趟飞机，将分别投送一个钢铁空投和独眼空投，可以捡到随机变卖物。这2个空投呢，又分别会自带5个武器箱，可以开出随机武器。当然了，现在体验方案应该还没做好，里面物资到底是啥样的呢？还有待观望。不仅如此啊，在倒计时还剩5分钟的时候，还会有一个超级空投。目前没做好，只会给一个绝密情报。但本将猜测啊，最后这个超级空投绝对物资非常丰富。然后就是辐射区改动的，谁能想到啊，这第一个大门另一个入口可以直接敞开的。单排1号馆甚至10秒就可以进辐射。另外辐射爆率啊，大家自己看吧。这爆率，你说它是和平地铁我都信。最后就是额外更新，精装全面加强。在工作台可以进行强化，不仅可以强化词条等级啊，还有几率增加词条数量，最多4条。这要是再将伤害特性改造了 PVE 词条，岂不是最多可以拥有6词条精装？太好了！这要是真出6词条，你说它能屠龙我都信。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拜拜。给大家更新一期黄片，探索一下和平地铁冰河禁区的全新玩法。稍等一下，3、2、1 ，OK， 正片来了，存款2块钱，哎，有金妹，哼。坏消息，红温全自动单发金杯，不能说非常的巅峰吧，只能说非常的抽象。这号主呢是懂得如何锁住命运的咽喉。啊shit！ 2选1难题，你们说说啊，2块钱是买子弹还是修枪啊？我偏不修枪，不就是一把红温妹控吗？奔将同样能给你打造纯金仓库。只需给我30秒发育时间，哼，我乃大专内控，何人敢屌我？何人能屌我呀？孩子啊，你着什么急呀？肥羊才好吃。看，机会来了！哎呀，这喵的，以为要上个强度啊，结果上成了尺度。一梭子下去，全给他做了马杀鸡，会投短身。熊掌出击！我死你！尼玛！果然啊，天无绝人之路啊，绝对只剩死路。就这破损被控啊，就算刚六自愿贴脸，那都是别人抓住我抓杀。哎，好抓，要不考虑来咱边点一的护航结束这个痛苦啊 OK。最气人的是，连2手空空的博尔特都可以羞辱我，我愣是追着打了2条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传奇来做王，更别说突击仔。OK 呀，我倒要瞧瞧这红温妹控窜西装带多少干事。 Here we go again。我勒个宇宙牛郎，仅打掉1/10的血啊！我靠！掉1/5的血啊！我靠！哎呀妈，这妖兽都能扣出31斤了 Oh no！ 瞧见没？正常开镜打一个点，咱要是开镜啊，没有男一的体重，根本压不住。全网最蛇精妹，开打！笑死我了，4吻归天！造孽！哎呦喂，这破赛也是很懂人情世故啊！500多万扶贫成功，麻烦呀，下次别再给我整红温武器了，真不是人玩的。什么？怕不及下赛季要出大金了？我操！甚至连6词条的金色 UZI 都有。牛掰！得，这下 UZI 的跳枪教学是真的要学一下了。另外呀，曾经的小项链、小手表你是不屑一顾，现在的大金链子、小金表你是高攀不起。没错，下赛季的新高价值红色变卖物全是垃圾镀金来的，甚至连金色品质的变卖物都要出了，具体名字还不知道，
看造型像是一张奖券，游戏中显示售价为50W， 但在仓库中竟然显示的是使用，难不成能用来兑换金装？那我可就感兴趣了。目前这玩意只有一个获取方式，就是在绝地突围模式的最后一个超级空投中获得，而且只要队伍中有一个人点开这个空投，那么全队都会获得这个奖励。还有，现在15个空投内容已经全部确定，独眼和钢铁的空投都是一个黑门箱子，外加6个辐射区箱子。最后一个超级空投除了金色奖券和信号枪，还有4个红色变卖物，大家就抢吧，包肥的。除了上次奔将说的新变卖物外，黑门还新增3种全新变卖物，分别是金项链、金手表以及金水壶，售价全在20W 以上。最后就是最重量级的装备强化了。和平避难所什么的简直弱爆了。首先是6词条，上次有很多人说笨酱云，大家自己看吧，我再去刷点改造图纸，随便改造一下词条，不随随便便6词条。这金装强化功能也不知道甩谁几条街。我们只用把垃圾金装分解，就能获得强化所需要的材料。每件金装有3次强化机会，随随便便就能4词条。另外，所有词条都有等级区别。拿精致弹头举例，每升级1级都会再加5点攻击力，满级直接25点。就问你恐不恐怖？再搭配上一套防御词条的金刚6，你说下赛季是神仙打架我都信。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反正奔将是已经开始期待新赛季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